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关于麦克风的问题，因为安卓录视频逐渐起来了嘛，我之前也向大家推荐过猛犸的 M1，也有挺多朋友使用了，反馈也都还不错。不过对于麦克风，我们想要的也许可以更多一点，比如麦克风内录高品质的音频，这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痛点，因为相机直接录音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底噪。之前我使用的设备虽然有的可以内录，但有很多问题不好使用，又或者过于的复杂。而且我还有过一段时间想购买专业的录音麦来提升我的这个录音的品质，但是还是被这个价格给劝退了。要是真组一个好用的话，一套下来还真要挺不少的，这不是小钱钱，而是大钱钱啦。猛犸在前一段时间，他寄给了我一款他们的新品麦克风 Local Max， 我用了觉得还挺不错的，很方便的解决了我的这些痛点，所以来一期小小的摄影装备的一个分享。我是云飞，点投币注入经费，我们正式开始。这期视频就是分享一下我的感受，猛犸不会给我任何的费用，大家可以放心的观看。我这个是工程版本的，会和量产版有一些软件上的不一样，但总体上来说功能都是一样的。首先开箱我就感受到了一点特别不一样的点啊，就是和我之前接触的麦克风不一样，它这个体积真的要大很多，而且不是这种轻飘飘的感觉，有一种沉甸甸的。且这个外壳就非常的精致，下面有一点这种类肤的纹理，材质也非常不错，摸上去的感觉很舒服。上面是普通的黑色磨砂，就这个壳子就有一种很贵的高级感。拿出它的收发主体，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发射端还是接收端，这个设计真的是棱角分明，很有科技产品的一个印象，我是挺喜欢的。从外观上来看，不管是接收还是发射，都要比传统的大一些，当然显而易见的用料上也是更下功夫。领夹的部分是金属的，且发射端都有一个特别好的设计，就是有一块强磁，在一些拍摄过程中就可以很方便的、很优雅的使用它。这个是发射端，它有一个强磁在后面，这个它也是金属的啊，你看，要注意啊。发射端有一个巨大的拾音口，右侧是咪头的接口，开机按键，降噪功能。左侧是内录的开关，底部是 Type C， 可以连接电脑传输音频内录的文件。底部是4个充电触点，接收端的体积还是挺大的。上方这个旋钮是音量的加减，按下去是切换声道，它可以切换立体声、单声道、安全音轨。安全音轨待会儿这个细说。哇，这个功能其实我都之前没有看到。配对、亮度调节、声型模式，我操，还有声型模式，时间设置、语言设置、播数场、版本信息，非常强大。这个屏幕是触摸屏，可以实时的显示发射端、接收端的一个信息。放入充电盒的时候，会显示各个单元的电量，然后会显示当前的时间，这个非常重要啊。在内录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查找，然后旁边的这个小圆点点击可以设置当前麦克风的一个状态，可以查看是否内录、是否降噪，开启的是1号还是2号。右侧的是耳机的接听口 Type C 的连接口，在接收端可以直接 USB 连接电脑，免区就可以直接使用。需要使用电脑录音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方便，直接一根线一插一连就行了。Mac 都是直接可以连接的，很强。就假如说我现在需要用电脑来录制一下我的这个声音，那我就可以直接使用它 Type C 连接这个电脑。连完了之后，你看它这个系统设置的这个连接操作系统的音频设备列表发生了更改，那打开切换到这个猛犸的这个麦克风，让我们确认，那就可以进行录制了。1234，我来试一下这个声音，就录制就非常的方便啊。好，我们可以来听一下。1234，我来试一下这个声音，就录制就非常的方便。左侧是锁定屏幕的按键，下方是相机孔，底部是充电触点，它的整体是这样的。而我们实际的使用如何呢？首先是手机的录制，实际测试下来会和相机一样的。以下是小米13 Ultra 的一个录制情况。好，现在是手机录音的一个效果。我刚才其实在外面是使用了这个猛犸麦克风，在外面录制的，但是我回来之后，我发现还是会有之前那个问题。问了一下才发现，之前出现那个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普通的数据线在小米这边是不太支持的，不太好的，它是需要支持数字音频的那种特制的数据线，或者直接就数据线连接。现在我们这款新的猛犸是直接可以数据线连接的，所以它的音频的效果是直接
就特别 nice 啊，就和相机是一样的。好，现在是这个门马的麦克风它连接手机的一个情况啊。之前我们是使用小米13 Ultra， 相机录制的时候需要按照自己的型号稍微设置一下，就是尽量减少这个底噪嘛。索尼的录音音量调节为1到2，接收器的这个音量调节到3到4，佳能的录音电平调到1档，这样就可以获得不错的一个声音，同时底噪也就比较小嘛。然后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这个距离，然后测试声音录制的一个情况。我现在来测试一下它的一个这个传输距离，因为官方它宣传是有250米的一个距离，然后同时我来给大家测试一下音质。我现在按一下这边这个录制按键，它就有一个这个内录的声音在这个里面啊。好，我现在往后走，看一下它到底能够在这种正常这种大家很常见的一个场景里面，它可以录制多远？实录距离，然后声音录制。然后这个降噪好像都录了，哦，刚才有卡顿了是吧？现在好了是吧 ？OK， 我现在用录像模式，就手机的录像模式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离这个主体是有多远了啊？真的非常的远了啊！我现在用录像模式，就手机的录像模式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离这个主体是有多远了啊？现在是我在走这一道，它是没有遮挡物的。之后它可能现在能听到是吧？就是在目前的距离，就到那边，可能大概100米左右吧。它在环境复杂一点的地方，它的距离就是这样。如果再超过这个距离的话，可能就不太行了。好，然后现在是测试完毕，它的这个距离大概是100多米吧。现在我再测试一下它的一个这个内录降噪的一个情况啊，就是现在是使用相机拍摄嘛，然后我这边降噪给开一下，好，变成绿色，开启了。好，1、2、3、4，来看一下这个麦克风在使用相机的时候，降噪传输回去相机的一个状态，看看是不是这个声音质量会不会更好。好，结束，可以了。其实我个人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个内录，而且每次录制的时候，我直接点击一下这个发出端就行了，然后在接收端就会有一个红色在录制的小点，按一下这个录制键，哎，它就开始录了。然后这边的这个麦克风就会有一个小红点，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嘛。我这边点击了录制，它这边就会有一个小红点。然后比如说我现在结束录制了，我点它一下，哎，它就结束录制了。然后待会儿我就可以直接使用它。连接到电脑，然后把这个文件给导出来，就是非常的方便啊。然后连接到这个电脑的话，它这边一个8GB 的盘，然后这是时间日期，这就很方便。不同于其他我之前接触的内录，就非常的简单，48赫兹。24比特的一个采样率，而且麦克风还会录制前5秒的一个内容，这点就非常不错。然后上面提到的安全音轨，它就是会有一个-6 dB 的一个第2音轨的输出，在一些比较极限重要的场合就比较 OK。当然，这个功能我基本没有用过，因为对于我来说，内录功能就已经很香了，而且我一般都是在室内录制，这方面还是挺不错的。而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么大，续航也很顶，而且你放进去就是在充电。唯一我想要抱怨的就是，说实话，我找不到太大的毛病。硬是要黑一下的话，就是这个体积有点太大了，重量重一些。除此之外，它没有啥其他的问题。然后就是价格，如此的配置，它卖是卖2299。我本人觉得一个如此顶的麦克风，这个价格没有任何问题，买不起是我自己的原因。然后我还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我在使用的一个三脚架，是一个重型的三脚架，来自科曼的 KS3939。这个三脚架除了三脚架的一些正常功能之外，它还可以变换成独脚架的模式，而且送那个 MT10的一个三脚架支撑，我是非常喜欢的。除了给独脚架做一个支撑，还可以当一个桌面三脚架使用，搭配一个小云台，用手机拍摄桌面的画面就非常的 OK 啊。然后这个三脚架我最喜欢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大云台，看上去安全感就爆棚，这也是业内人士强烈推荐的一个三脚架，而且价格美丽，这么多功能只要400多。第二个依然是一个三脚架，这个大家可能会更加熟悉一点。Zero F38的一个三脚架，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轻，全是碳纤维的材质，和我之前的那个灵感三脚架不一样的点就是，我这个是改良款，我这个是 F38的一个款，
就是可以直接使用小隼的一个快拆的。现在我是使用这一套的快拆套件，真的切换起来就非常的舒服。然后底部这个小部件增加了一个胶圈，此前的版本会掉下来的毛病就改进了。但是这个说实话只适合重量稍微小一点的相机使用，如果重量太重了，还是有一点晃动的嘛。这个是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个点。在其他的方面，它不管是便携方面还是适用性都非常 OK， 在一些拍摄过程中，使用起来非常的顺手，特别是旅行的时候，真的是非常不错。希望你可以在我的这个摄影设备分享里面了解到你想要知道的内容，可以帮助到你购买麦克风或者三脚架。我会一直更新这个系列，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或者直接订阅这个频道。我是云飞，等下投币3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